大圣认为，从这个角度看踏步才是最完美的。这真是翠园不胜胭脂雪，环佩难寻细柳腰。大家好，我是大圣。今天的斯诺克之最系列带给大家一份别样的榜单，斯诺克历史上6位脾气最火爆的球员。榜单排名第6位，来自中国的斯诺克球员鲁宁。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一幕是发生在去年的斯诺克冠军联赛上面。鲁宁在这一杆击球之后，没有及时的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面，引发了乔帮主的不满。鲁宁回到座位之后就发了脾气，狠狠地跺了一下球杆。随后又在这局比赛结束之后直接挑飞了白球。大家看着这样的场景好像很熟悉哈，因为这样的场景在咱们的中巴比赛当中屡见不鲜，而且一次比一次跳得高，一次比一次砸得狠，砸完之后都是直接退赛。鲁宁相对于他们来说要温柔了许多，但这个并不妨碍你成为将这个优良传统带入英伦的中国球员第一人。当然大圣希望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凭此这一火爆行为，鲁宁荣膺斯诺克历史上最火爆脾气榜单第6位。榜单排名第5，火箭奥沙利文。罗尼在大圣的榜单当中还是第一次排名如此之低。虽然这个榜单并不怎么光彩，但是怎么总得给火老师留一个位置。这是发生在2006年火箭著名的一顶赛退赛事件。咱们先来看一下现场发生了什么，同时咱们也看一下现场的英文解说会怎么说。Again, if he comes out of the session 5-3, I think he'll think that's the result. That's not good. Didn't get into the white there. Tried round the back of that red for the same corner pocket. Don't often see him do that. He's going for this red. He's going to scatter them. Well, that was a mile away. 随后的脚蹬球台、打飞黑球、肩撞击掌、欺负钢炮，但是这些都比不上把皇帝撂在现场转身就走。这也算是火箭火爆性格的高光时刻。不过火箭的性格再火爆也得看人来，如果碰上后面这几位，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罗尼在火爆榜单上只能排名第5位。榜单排名第4的是老将彼得·莱恩斯。这是在2021年的北爱公开赛当中，肖国栋跟莱恩斯发生的不愉快的一幕。当时由于白球的复位问题，老莱恩斯在赛后要选择跟肖国栋进行单挑。一个年近60的老头要发这样大的脾气，咱们看一下现场发生了什么。看一下裁判的复位和之前原来白球的位置明显的靠前，这个就是今天其实问题的焦点。因为在之前的那个位置，肖国栋根本就没有考虑从右侧两库去勾咖啡，因为那条线路在当时不成立。咱们再来看一下，白球的位置明显的是要靠后，而裁判复位之后的位置呢靠前了。在白球的位置可以从这边两库解，而莱恩斯呢现在也发现了问题，上来提出异议。因为这个问题很简单，刚才白球的位置这条线路它根本就不成立，所以说莱恩斯马上就上来提出这个问题。嘿，哥们儿，这条线路刚才可是没有的。而肖国栋在本人的事后采访当中呢，他其实本人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刚才大家听到的呢，是大圣当时对事件进行的一个还原。这局球莱恩斯虽然最后获得了胜利，但是他觉得肖国栋不够绅士，因此赛后以53岁的高龄要求与肖国栋约架。事后被世台联罚款7500镑，老哥都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脾气咋还这么火爆？因此荣膺榜单第4位，大家没有意见吧？接下来登场的这兄弟二人，想必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大圣的任何榜单没有这兄弟二人，我觉得都是不完美的。想当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好一对黑风双煞。
榜单排名第3，二哥吉米怀特。在这份榜单当中，其实二哥属于比较另类的一个。在整个80年代，二哥有大哥飓风罩着，当小弟就得有当小弟的模样，出了事儿有大哥扛着。因此，二哥在整个80年代显得温文儒雅。进入90年代之后，大哥退役，二哥心想，这下我终于该上位了。但是又冒出了一个毛头小子，叫做斯蒂芬·汉顿。他说他要改变游戏规则，一统江湖。因此，二哥又被整整的压了10年。一头青葱的秀发也变成了一蓬荒草。正想着10年磨一剑，从头再来时，又来了3个753兄弟。从此二哥性情大变。这都是你们给逼的，看我给你们唱一出跳花车。看看沃尔舍龙都不敢跟二哥有眼神的交流，在二哥这里，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趴下。再来看看火箭碰上二哥发脾气时又会怎样？分球没打进，二哥发脾气了，他的对手正是火箭。如果火箭的对手换作小钢炮，火箭一定会双手一摊，喂，小屁孩，你想怎样？但是他的对手是二哥，看看火箭的表现，乖乖的给老子上来打球，最好连正眼都不要看他老人家一眼。要知道他大哥当年可是飓风，对，就是这样，好好的打，而且打球的时候还不要带半点的情绪。对比一下火箭对皇帝的态度，这下你懂了吧 Alex Higgins 你还能认得出他吗？他就是今天的榜单第2位，大哥飓风阿里克斯·希金斯。看一看大哥的风采，轻轻的勾勾手指，小弟过来。他勾手指叫的这位小弟可不简单，在当年也是江湖的10大高手之一，他就是约翰·维尔戈，江湖人称大松阳手。大哥当年的火爆事迹简直不胜枚举，打球员、揍观众、干记者，反正一言不合干就是了。甚至传说当年在巴里赫恩的办公室，要不是二哥拉着，连斯诺克台坛的真正老大巴里赫恩也差点被大哥干了一巴掌。再来看看现在这位老态龙钟正在击球的这位，球迷们可能不认识了吧？大哥这一辈子唯一吃的一次亏，就是这位老兄干的。他就是加拿大一哥克里夫桑本。这是大哥人生的最后一场比赛，也许是巴里赫恩的刻意安排。这对老冤家又再度聚首了。时间回到1980年，克鲁斯堡的决赛之夜，大哥在决赛当中16比18输给了克里夫桑本。当夜又在酒吧对桑本进行挑衅，谁知道大哥碰上了一生当中唯一的硬茬，这就叫恨的怕愣的。加拿大一哥可不惯着你，一拳就将大哥 KO， 吓得在一旁的二哥瑟瑟发抖。也许兄弟们会认为咱们的榜单第1名一定会是这位加拿大一哥，这你们就错了。桑本平时为人谦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并非是火爆脾气，因此咱们的榜单中并没有他。接下来就到了本片的高光时刻，大圣认为从这个角度看大步才是最完美的。这真是翠园不胜胭脂雪，环佩难寻细柳腰。佳人已去，比赛继续。接下来就到了咱们今天揭晓状元郎的时刻。你们以为是麦克马努斯吗？ No， 当然不是。老马可是出了名的好男人。斯诺克历史上脾气最火爆的男人，当然不可能是他。别人发脾气是扔球杆、挑白球，最多不过打打观众、打打裁判。而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发起脾气来，可是连自己都打。Brian, do you want to withdraw the concession? 裁判不同意，麦克马努斯懵逼了，托尼·追古则直接骂了娘。Yes. 这就要给大家普及一下斯诺克其中的一个规则，在你还没有被对手超分的情况下是不能认输的。现在的比分是52比65，麦克马努斯只领先了13分，还没有超分，所以说托尼·追古不能认输。当然，如果你的对手同意也可以，但是原则上不允许这样做，因为它还牵扯到一个菠菜公司的赔付问题，这个咱们有机会再说。现在可以看到托尼·追古的火已经压不住了。脑子认输不行吗？不行吗？不行吗？哦天哪，晕了！
球迷们觉得 Tony Drago 能否容忍斯诺克江湖对自己最狠的男人？每次看到 Tony Drago 这样对自己下狠手，大圣不禁都要瑟瑟发抖。他妈，这个地球上还真能有人这样对自己下得了手？不过说到打耳光嘛，大圣还倒想起一个天才来，在视频的最后就带给大家。但是说好了啊，仅供娱乐而已。这就是当年的切尔西魔兽德罗巴。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巴掌到底打到了没有。手离他的脸还有整整的50公分，德罗巴痛苦地倒下了。看看魔兽的眼神，嘿，哥们儿，录下了没有？对手是谁？不过瓦塔纳的147跟二哥这杆差距可就太大了。回顾大师高光时刻，关注大圣中球频道，经典永流传。谢谢您的观看。1991年的大师赛决赛，皇帝开局0-7落后，而他的对手迈克尔·哈雷特在3年前的大师赛决赛当中，被老球王史蒂夫·戴维斯9-0剃了一个光头。3年之后，哈雷特卧薪尝胆，卷土重来，是要将皇帝斩于剑下，一雪前耻。大家好，我是大圣，今天咱们继续带给大家斯诺克之最系列1991年的大师赛决赛大结局，上帝的力量。在前2集当中，皇帝虽然开局0-7落后，但是随后却开启了疯狂的追分模式。但是哈雷特也经历过2次粉红色的回忆。现在的比分来到了8-7，哈雷特再次获得了拿下比赛的绝佳机会。8, 9, 16, 17, 24, 25, 31, 32. 赛场之上，除了裁判报分的声音，安静的可怕。哈雷特离自己的第1个大师赛冠军越来越近了。但是面对这颗关键的红球较位，哈雷特没敢使用右塞低杆拉伊库的杆法，却使用了更加保守的盾推。看着白球盾出去的距离，你就知道哈雷特此刻已经紧张到了什么程度。哈雷特第3次错过了绝杀比赛的机会。Quite a rate of knots. Certainly, he knew that was the possible winning one. And Stephen Hendry knows that this could possibly be his last chance, and taking every precaution. 8, 9, 画面中标出了这局比赛唯一的难点，而皇帝想要把比赛拖入决胜局，则需要完成清台。 Awkward ball. He can 17, drop right behind it on this one. 现在关键的时刻到了，对于袋口的大小，大圣也不想争论，因为有个小姐姐，她叫度娘。皇帝顶住压力，打进了这颗高难度的半铁库红球，将比赛拖入双厅决胜局，似乎已经没了悬念。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皇帝竟然也倒在了这颗粉红色的回忆下面。 25, Stephen Hendry. 看看现在这个局面，你还会怀疑哈雷特不会拿到这个冠军吗？皇帝此刻剩下的只有默默祈祷，神呐，救救我吧！而哈雷特则默默地看了一眼皇帝，你现在叫破喉咙也没有用，能救你的不是神，只有我。 Take his chance this time. 2,
看了哈雷特的这杆教位，大家是否想起了2020年斯诺克世锦赛的半决赛，囧哥对阵麦克吉尔？一流高手跟绝顶高手的差距就在于，哈雷特人心都是肉长的，而皇帝的心脏是铁做的。这杆接打连带脚都没碰到，哈雷特已经紧张到了何种程度，可想而知。Mike Hallett. Took on a desperately difficult green the way he played it to hold position. Three. Seven. Twelve. Pink and black still needed. Yes. 18. 看看哈雷特的表情，如果这个黑球换成哈雷特来打的话，我想结果肯定是大相径庭。就这样，比赛戏剧性地拖入了双挺决胜。这样的奇迹以前只有飓风做到过。在1985年的英锦赛决赛当中，飓风开局0-6落后斯蒂夫·戴维斯，最后决胜局成功逆转。那么今天皇帝能够做到吗？在决胜局当中，现在哈雷特小分领先31分，哈雷特有3颗红球可以选择进攻。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高手之间的对决，哪怕明知打不过，也要敢于亮剑。而此刻的哈雷特却没有勇气拔出自己的佩剑，他胆怯了。而皇帝面对更高难度的红球，却敢于亮剑。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最后皇帝感动了上帝。8. 9. 14. 皇帝架杆不进，哈雷特还有机会。这一次，哈雷特没有保守，打进了这颗超高难度的包球。Position this time. But not on this red. 接下来的这颗红球确实不好校位，没有能够粘杆，情有可原。接下来，咱们马上就要进入本场比赛的，甚至可以直接逼死哈雷特。那么皇帝会这样做吗？看一下哈雷特的解球，没有解到。Foul. 4. Stephen Hendry. 虽然形成了飞波，但是对于解决黄球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然而皇帝却并没有选择让哈雷特重解。刚才的这杆斯诺克是靠运气得来的，或许正是皇帝这份高雅的气度感动了上帝。来，老弟，哥哥再帮你一个。面对这样超高难度的咖啡，皇帝爷丝毫没有手软。 And that was the shot of a 4. Thank world you. champion. 接下来又是面对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这个球，如果重来100次，可能施家辉都不能复制一次。再来看看看，
这个红球临到袋口突然拐了一下。大家好，我大圣。就在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斯诺克世锦赛的资格赛，施家辉对阵本莫腾斯。这场球啊，看完之后，大圣先冷静了半个小时。有些东西叫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说实话，这场球啊，够施家辉吹上好几年了。但是对于莫腾斯来说，可能会是一生当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戏剧性的场面太多，咱们一个一个来看。下面先看莫腾斯的这一杆较位。现在莫腾斯已经率先拿到了赛点，领到超分的红球，这一杆白球多一点少一点，又或是杆法低一点高一点都可以。当然在这里也不是不可以，这杆中袋吧也不是啥高难度，但是偏偏领到超分，这孩子吧心态起了变化。好，现在咱们来看看这个球形哈，莫腾斯领先了68分。桌面的情况并不算太好，只需要一颗红球就可以实现超分。咱们先来看一看施家辉的处理，看他打完这一杆就知道他目前的心态。先来看哈，这一杆有点破罐子破摔哦。先不说打的这颗红球会不会往下漏出来，但是右侧的红球中袋是肯定会漏。说实话，当时施家辉的心态肯定是有点小崩溃。莫腾斯这个中袋没打进，施家辉躲过一劫。当然，接下来的劫数还多了。好，下面咱们来看一下莫腾斯的这杆防守就很有想法。领先了那么多，先把局面搞乱，篮球又给踢到了库边。当然，这颗球接下来也会给施家辉制造麻烦。好，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小斯的这杆防守，用咱们的方言来说，有点网抓抓，翻译一下就是有点找不到北喽。好，莫腾斯打进红球已经超分了。就这个局面，你认为施家辉还能够翻盘吗？说实话，大圣看现场觉得已经死翘翘了。但是偏偏莫腾斯的这颗咖啡他就没打进。好吧，没进就没进吧。单就这个局面来说，想要翻盘还是非常困难。好，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给莫腾斯留下终身阴影的这局球，施家辉是如何翻盘的。大家注意看哈，现在莫腾斯超的分数，施家辉必须每一颗都叫高分值的彩球，想要一杆做回来的话，最多只允许交一个分球。好，现在留下最后一颗红球来做斯诺克。接下来看一下施家辉的这一杆，中低杆的右塞，非常完美的一杆斯诺克，力度、杆法、白球的打点都配合得相当完美。下面莫腾斯的这杆解球呢？说实话，跟那些顶级的大师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啊。虽然现在分数上理论是够了，但是真的想要翻盘，这个局面还很复杂哦。好，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诡异的情节吧，是一幕接一幕。注意看哈，这个红球下来的轨迹，临了，快到袋口的时候，好像是台泥有一点逆毛的效应，红球突然拐了一点点。接下来吧，这样的惊险场面还有很多，别说是场上的选手了，就问场下看球的兄弟们受不受得了。
看看施家辉的这个黑球，只是个开胃菜。黑球打后了一点点，导致白球没有到位。这一杆呢，施家辉倒是很冷静。下面来看看莫腾斯的这杆解球哈，黄球直奔中袋而去。就问在旁边的施家辉，袜子有没有扣穿呢？现在的施家辉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分数已经够了。这一杆黄教绿也是非常的漂亮。这杆咖啡想去带一下篮球，杆法稍低了一点点。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更加诡异神奇的一幕，看一下施家辉的这杆篮球。说实话，当时他自己可能都吓得魂飞魄散。其实这是一杆很严重的失误，他本意是想一杆篮球的3库防守，但是打后了一点点。这颗球啊，如果再后一点点，又或是挂带脚的话，那肯定就挂了。接下来惊魂未定的施家辉，这杆粉球老实了许多，没有贸然进攻。莫腾斯的这杆做球很漂亮哈，施家辉的这杆解球也是相当的完美，又躲过一劫。接下来莫腾斯的这一杆粉球就暴露出弱点了哈，他想加一点左塞藏在黑球后面，但是打薄了。这杆球呢，施家辉也是非常的冷静，没有2个的低杆，所以啊，这一杆就没有去造次，规规矩矩的选择了防守。好，接下来看一下施家辉的这杆粉球的防守，这才是什么都叫魂都吓掉了。说实话，今天如果小特看了这场球，他会说，哪怕我给到莫腾斯1%的运气，今天的这场球他也不会输掉啊。这一杆施家辉继续没有冲动。再来看莫腾斯的这根防守，又奔着中袋而去，这个但凡心脏差一点，早就给吓死了。咱们再来看这一杆哈，今天呢为什么要好好的表扬一下施家辉？这个粉球就算打进，你也叫不到黑球，而且呀还要冒极大的风险，所以说施家辉又忍住了。大家再看一下哈，莫腾斯领先了12分，现在桌面刚好13分。接下来施家辉的这杆防守给了莫腾斯最后一个机会，这杆球吧是打后了一点点。对于职业选手来说，这个是超级大漏了。但是说实话，莫腾斯打到现在，这局球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接下来就轮到了小斯，可以吹好几年的一杆进攻。咱们前面说施家辉忍了好几杆都没有进攻，那是因为没有叫到黑球的机会。这一杆粉球的中袋发力，确实可以吹好几年的牛逼了。打进黑球之后，看看施家辉扳平了比分，拖入赛点。最后的决胜局呢，远没有这一局精彩。说实话，莫腾斯已经垮了。去年的世锦赛半决赛咋就打不出这样的球呢？好吧，好好的吹牛逼吧。我姓斯，斯诺克的斯。这场球估计莫腾斯得抑郁好几年呐。听见场下的观众喊牛逼了吗？不过说实话，真的牛逼。